这感觉。而这一刻，原本有些不甘心的楚风竟然心情大好。他发现那结界符咒出现之后，这池水之中竟然有着一种温和的感觉。这池水内的结界符咒具有疗伤的作用，并且这疗伤的作用非常的强，竟然比楚风布置的疗伤阵法还要管用的多。在这种情况下，楚风赶忙解除了自己布置的疗伤阵法，让自己的肉身得以全部浸泡在这池水之中。而令楚风欣喜的一幕发生了，当楚风全部浸泡在这池水之中，这些结界符咒竟然如同具有生命一般，开始钻入楚风的身体。这种情况下，楚风的伤势开始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进行恢复。很快的，楚风的伤势竟然彻底痊愈，这比楚风自己疗伤起码快了10倍不止，并且楚风此刻的精神状态也是特别的好。楚风知道，这一定都是这池水内喷发而来的结界符咒的力量，太神奇了！这藏灵池还真是名不虚传。楚风喜出望外，感叹连连。楚风，快闭上眼睛，好好感悟，不要错过时机，毕竟你只有1日的时间。女王大人说道。好，楚风也不怠慢，赶忙闭上双眼，专心的感悟。此刻，楚风能够清晰的感受到那自池水之中而出现的结界符咒，如同具有生命一般，钻进楚风的体内，在源源不断的融入楚风的灵魂。这结界符咒不仅具有疗伤的作用，还会让楚风有一种温热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楚风感觉很是舒适。但是，若是觉得结界符咒进入体内，自己就能够获得结界符咒内的力量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所有人都说藏灵池内收获多少与自身领悟力有关，这绝对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事实。然而，就在楚风开始专心投入到那藏灵池内进行领悟之际，在大山之下众人聚集之地，其中一个光柱闪烁之后，一道身影也是从中走出。此人乃是宇文化龙。此刻他一脸的不爽，显然是因为没能成功登上藏灵池而感到懊恼。这迷宫也太难了，真的有人能够进入其中吗？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光柱内走出，而每个从中走出的人都是一脸的埋怨。他们都是想碰碰运气的人，可是就在先前，远古蛇族常宣布藏灵池已经开始喷发，可是他们俩连怎么进入藏灵池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便觉得真的没机会了，这才从光柱内走出。你们真是太刁难人了！宇文化龙以一种非常不爽的语气对在场的一位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不知此话怎讲？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问道。这迷宫根本就没人能够走出去，你们分明就是不想我们进入藏灵池。宇文化龙说道。宇文化龙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小辈眼中也都散发出了类似于宇文化龙的幽怨目光。这迷宫的确很难，这一点我远古蛇族不可否认，但是你们未能进入藏灵池，也是你们自己悟性不够，不然楚风小友以及星陨圣地的圣女，还有楚氏天族的楚灵溪小姐，怎么就都进入藏灵池了？远古蛇族长老说道。什么？你说楚风进入了藏灵池？听得此话，宇文化龙顿时脸色大变，眼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怒。倘若问宇文化龙，他最不希望谁进入藏灵池的话，那便一定是楚风无疑。可是这还真是不想发生什么就来什么，楚风竟然真的进入了藏灵池。事实上，不仅宇文化龙吃惊，在场的不少人也吃惊，尤其是那些与楚风一同走过的仙冰山庄弟子和圣丹山庄弟子就更加吃惊了。他们可都是非常清楚，楚风的确寻得了进入藏灵池的方法，可是却被夏雨儿给夺走了呀。这么说来，楚风又寻得了其他进入藏灵池的方法。想到这里，他们都有些后悔了，后悔着急离开那大山，否则一直跟着楚风，楚风一定也会带着他们进入藏灵池的。前辈，您是说只有楚风和夏姑娘以及楚灵溪大人他们3人进入了藏灵池？有仙冰山庄的弟子问道。我听到的消息的确如此，远古蛇族长老说道。这个楚风也实在是太走运了吧。这一刻，在场的无数小辈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尤其是男子更是表现出了深深的嫉妒。独自一人和大千上界的2大美女独处，这简直是很多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可是楚风却做到了，人们怎能不羡慕？而此刻，宇文化龙则是冷哼一声，看得出来他真的是被气坏了。宇文化龙，你有时间在这嫉妒楚风，还是关心一下你们宇文城的小城主吧。而就在这时，圣丹山庄一位弟子以一种讽刺的语气对宇文化龙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宇文化龙意识到了对方语气不对，顿时怒目瞪圆，冷声发问。你问我做什么？你们宇文城的人就在那边，你自己去看不就得了？圣丹山庄的弟子指着人群外的一个方向说道。听得此话，宇文化龙则是恶狠狠地瞪了那名弟子一眼，随后便快步地向那位所指的方向行去。楚风，我要宰了你！过了片刻之后，一声愤怒无比的声音在不远处响彻开来，那个声音是宇文化龙的。听到这个声音，圣丹山庄的弟子嘴角都扬起了一抹笑意，他们知道宇文化龙一定得知宇文廷一修为被楚风所废掉的事情了，所以他们也知道此刻的宇文化龙一定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痛苦，而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远古蛇族，你们什么意思？很快的，宇文化龙便走了回来，此刻的他脸色通红，身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可见他真的是被气坏了。这位小友，我不明白是何意？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一脸不解的样子，少装蒜，我知道你们一定有人监视大山内的一切，否则你不可能知道楚风他们3个登上了藏灵池。宇文化龙问道。我们确实用阵法在监视大山的一切，不过有一点要声明，对于藏灵池我们并未监视，也无法在那里布下监视所用的阵法。而关于藏灵池喷发的事情，乃是根据之前的推测而定，而后又听到了喷发的声音，所以断定藏灵池已经开始喷发了的。远古蛇族长老说道。我管你是如何知道喷发的，我只想知道你们既然在大山内布下了监视的阵法，你就知道楚风废除宇文廷一的事情，你们为何不阻拦？宇文化龙问道。原来是这件事。远古蛇族长老笑了笑，
随后问道：“我们为什么要阻拦？”听得此话，宇文化龙的脸都被气绿了。你们这是明显的偏袒，你们与楚风到底是何关系？要这样帮着他？宇文化龙气得咬牙切齿，帮着他？我们何时帮着他了？我们没有帮过任何人。修武者的世界本就是残酷的，选择进入了大山，就难免遇到危险。宇文庭一既然选择进入，那便是他自己的决定，这后果也就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而再说句题外话，当时是宇文庭一抓住了李想，并且他先废了李想的修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出面。若是按照你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也在护着宇文庭一？远古蛇族长老问道。宇文化龙气得瑟瑟发抖，可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因为对方说的好像也的确在理。宇文庭一在废除理想修为的时候，远古蛇族也的确没有插手。再说了，楚风出面是去救理想的，哪怕宇文庭一和楚风之间，也是宇文庭一先动的杀意，并且先出的手。若不是他先找麻烦，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所以说句不中听的话，宇文庭一落得今日的下场，那可真是他自找的。远古蛇族长老说道：“你他妈放屁！”听得此话，早就勃然大怒的宇文化龙猛然间爆发了，竟然抬起手来，一拳轰出，轰向了远古蛇族的长老。然而，哪怕宇文化龙是年轻小辈中大名鼎鼎的天才，可他毕竟只是小辈，还只是一个真仙强者，而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却是实实在在的天仙境，宇文化龙哪里是他的对手？宇文化龙这一拳还未轰到，那位长老便猛然抬手，一道劲风便将宇文化龙先飞出去老远。落地之际，宇文化龙也是一脸的惊恐。先前是他愤怒了，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当那位远古蛇族长老出手的一瞬间，他感觉到了杀意，所以此刻的宇文化龙也是瑟瑟发抖。尽管他并没有受伤，可是却也被对方那恐怖的力量所吓得不轻。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竟敢对老夫出手？我今日念在你因朋友修为被废，情绪激动的份上，不与你计较，但你若再敢乱来，休怪我要了你的小命。此刻，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一脸严肃地盯着宇文化龙，毕竟远古蛇族不是人类，长得本就凶悍，而当他动怒之后，他的这个模样还真是有些恐怖。眼下莫说宇文化龙不敢再多说半句，在场的其他人也都不再言语。一时之间，此处安静了下来。这位前辈，那光柱可以回到大山之内吗？就在此刻，道士韩愈率先开口，打破了此地的宁静。可以。怎么了？远古蛇族长老有些不善地问道。看得出来，这位长老可能听说了关于韩愈的事情，所以他也很不喜欢韩愈。我可以进去吗？韩愈问道。你没这个资格。远古蛇族长老说道。听得此话，韩愈就像早有预料一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继续问道：那我想问，宇文化龙可以回去吗？他有进入大山的资格，若是愿意，自然可以。远古蛇族长老说道。那宇文化龙若回到那大山之内，找到了楚风，是不是废掉楚风修为，或者杀了楚风，你们也不会插手？韩愈问道。听得此话，圣丹山庄以及仙冰山庄的人顿时眉头紧皱，他们已经听出了韩愈的话中之意，此刻不免在心中暗叹韩愈的阴险。然而远古蛇族的长老却是不以为然，淡淡的说道：不管是谁在大山之内交手，我远古蛇族都不会插手，只是那阵法迷宫还在，我怕他就算回去了，也找不到楚风，这便不劳前辈操心了。韩愈的嘴角掀起一抹冷笑，随后便走到了宇文化龙身前。韩愈从乾坤袋内取出一个盒子，这盒子很是精致，上面刻有结界符文，这结界符文不仅整齐有序，还以起伏之势微微闪烁。韩愈将这盒子递给了宇文化龙，说道：化龙兄，因远古蛇族刁难于我，我没办法进入大山，找那楚风为廷义兄报仇，可廷义兄的仇不能不报，这重任便交给你了。见状，宇文化龙赶忙起身，将这盒子接到了手中。而将盒子打开之后，宇文化龙则是瞳孔一缩，在其那瞪大的眼中露出了惊讶之色。这精致的盒子之中只躺卧着一张符纸，这张符纸为淡蓝色，可是光影重重，不定的晃动。明明只是一张符纸，可是看上去却又好像是无数只符纸一样，倒是颇为神奇。分身传送符。猛然间，仙冰山庄一位长老惊呼出声，而听得此话，在场的不少人都是神色变化，表示惊讶。他们惊讶于韩愈竟将此等宝物赠予宇文化龙，看来这韩愈是真的恨透了楚风。而此刻，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等人的眼中可就纷纷涌现出了担心之色，他们都在为楚风担忧。这分身传送符很贵重，否则韩愈也不会在宇文庭一修为被废之后才拿出来，而不是在最初进入大山之前就交给宇文化龙。而这灵魂分身符之所以贵重，那是他因为只有蛇纹级的尊袍界灵师才能炼制而成，并且非常耗费时间。但这都不是让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等人担心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担心楚风，还是因为这分身传送符的特殊作用。至于这分身传送符的作用，分为2点。第一点是可以让一个人在一定时间之内分化出多个分身，并且本体可以同时操纵这些分身。当然，这些分身的实力是不如本体的，并且分身所控制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可是，在大山的范围内使用的话，是足够的。而这分身传送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本体可以任意的将自己传送其中一个身份所在的位置，所以这分身传送符可以说是在某个特殊的区域搜索宝物最好的手段之一。当然，搜索人的话也同样好用。因此，只要有了这个分身传送符，哪怕那大山之内是迷宫，可是宇文化龙想要找到楚风，也不再是一件难事。虽然受迷宫所限，哪怕他分身再多，他也无法进入葬灵池，可是他大可以让这些分身守住所有离开大山的光柱，以守株待兔的方式守着楚风。试问，这种情况下，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的人又怎么可能不为楚风担心？韩愈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这道
分身传送符，我一定提着楚风的人头回来。宇文化龙手持那分身传送符，便准备向那光柱走去。化龙兄，咱们不要做得太过分，只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便可以。所以你不要杀了那楚风，只要废了他的修为就可以。当然，你要提着他回来，然后让他跪在廷义兄的身前，让他亲自向廷义兄认罪。韩愈说道：“好，听你的。”话罢，宇文化龙便走进了那光柱之中。而此刻，韩愈则是负手而立，以一种挑衅的目光看了那远古蛇族长老一眼，就好像在说：“我若想对付楚风，你们又能怎么办一样。”对于这种目光，远古蛇族长老自然也很是不爽。只是此刻，哪怕再不爽，他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忍着。宇文化龙通过光柱，便再度进入了大山之中。进入大山之后，他并未进行移动，而是直接盘坐而下，将那道分身传送符自盒中取出，放于双掌之间。起初，那分身传送符光芒大盛，散发出悠悠的蓝色光芒，而下一刻，无数道蓝光便如同喷泉一般，开始自其双掌之间飞掠而出。当那蓝色的光芒体落地之后，竟然开始变大，化作了宇文化龙的模样。而他们不仅有着宇文化龙的样貌以及气息，就连穿着都是一样。从表面上看，这就是宇文化龙，与本体没有差别。但唯有宇文化龙自己清楚，这些都是分身而已。分身不断自掌心喷发而出，眨眼之间，竟然有着上千道分身落在了宇文化龙的周围。传闻这分身传送符根据使用者的能力不同，所制造的分身也是不同，而这上千道分身应该也是宇文化龙的极限。不过这上千道分身对于搜索楚风来说已是足够，所以他的眼中也是散发出了满意的目光。忽然间，宇文化龙意念一动，一阵劲风便在此处掀起。当其一跑舞动之间，那些分身全部不见了。那些分身并非真的消失了，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向四面八方跑去。宇文化龙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守株待兔，守住所有光柱。他坚信，只要远古蛇族不做手脚，他就一定能够等到楚风。对于宇文化龙在蹲守自己的事情，楚风根本就不知晓。楚风早就已经专心的投入到对着藏灵池内那些结界符咒的领悟之中，而楚风也很快发现，领悟这结界符咒的最好时机，乃是那结界符咒融入灵魂的一刹那。既然已经发现了玄机所在，那么以楚风的领悟力，自然收获良多。自从喷发开始，才过去了小半天的时间，楚风就寻得了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机会，并且立刻向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境界发起了冲击。然而，当楚风刚刚发起冲击的时候，楚风却是猛然间双手抱住了脑袋。与此同时，在那扭曲的脸庞之上，也是布满了痛苦之色。此时此刻，一股难以忍受的痛苦正在楚风的大脑传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楚风的脑袋已经撕裂，快要炸开了一般。楚风，怎么了？女王大人意识到不妙，赶忙紧张地追问起来。至于楚风，正在被这痛苦纠缠，连说话都没办法说出。过了好一会后，才有所缓和。而此刻的楚风，竟然已是脸色苍白，大片的汗水自身体散发，已经涌遍全身，与这池水交融在了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楚风先前所承受的痛苦是何其凶猛。淡淡，我这一次可能很难冲击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了。楚风说道。为什么啊？为什么没办法冲击龙纹级仙袍界灵师？难道你领悟的不对吗？女王大人很是不解。是我精神力的创伤还未痊愈。楚风说道。创伤？莫非是在百炼凡界，你帮那金鹤真仙夺那封神主简的时候所造成的创伤？女王大人问道。是的，正是那个时候所留下的创伤。楚风说道。该死，那该死的金鹤真仙，非要你去弄那封神主简，结果给你造成了不可痊愈的创伤，这可怎么办？难道你从今以后就只能停留在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了吗？此刻，女王大人真的是急了，不能怪他，都是我自愿的。楚风苦笑着说道。楚风，你也别急，毕竟你的天赋那么好，所以你的这点创伤未必就不能痊愈。虽说现在还未痊愈，可是你的界灵之术不也在进步吗？一定会好起来的，总有一日你会痊愈的，所以不要急于一时。四是怕楚风有负担，哪怕心中充满了担忧，可是女王大人却也是话锋一转，安慰起楚风。可是我不能等，我不能原地踏步，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我不想就此错过。楚风说道。那你想怎么办？女王大人问道。疗伤之法，有一种叫做以毒攻毒，我想运用此法。楚风说道。你的意思是？女王大人隐隐间感觉到了一抹不妙，虽然很痛，但是只要我忍住，说不定可以突破成功。只要突破成功，我的精神力将焕然一新，也许就会痊愈。楚风说道。不行，这个方法太残忍了，更何况可能还会有危险，万一让你的伤势变得更严重了怎么办？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同意，本女王坚决不同意。女王大人一脸郑重地说道。我的傻蛋蛋，我又不是傻子，若真的有危险的时候，我会立即停止的，我不可能为了突破一下界灵师的境界，就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而距离上一次精神力受损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未见他好转，继续等下去，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与其被动的等待，我想自己尝试一下，所以我的女王大人，你就让我尝试一下吧。楚风劝道。此刻，女王大人则沉默了，她不想楚风受苦，可也不想楚风的结界之术停滞不前，眼下的确是一个好机会，而楚风所说的方法也的确可行。最终，女王大人还是开口说道。我只有一个要求，若是坚持不住，或者感知到了有生命危险，立即停止，不可强喂。遵命。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决定之后，楚风先从乾坤袋内取出了3颗丹药，丢入口中。这3颗丹药有单纯的让楚风能够抵挡痛苦的，也有专门治疗精神力的，还有就是金鹤真仙给予楚风，让楚风减缓这精神力疼痛的丹药。做好万全准备之后，楚风便闭上双眼，开始继续尝试突破。然而，当楚风尝试突破开始，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也是炸裂一般袭来。这种疼痛实在太烈，
哪怕楚风已经服用了3颗止痛丹药，可却也只能够减轻一点点疼痛。楚风能否熬过去，还是要靠自己来忍受。但是这种疼痛实在太过难以忍受，就好像自己的大脑正在被人一刀一刀切开，或者被人用手一片一片撕开一般，痛苦难耐。这等情况下，不过片刻功夫，楚风便停止了尝试。虽然这次失败了，但是楚风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怎么样，不行吗？女王大人问道。并非不行，我再试试。楚风先是缓和了一下，待恢复正常之后，便再度尝试了突破。这一次，楚风同样失败了，但是楚风所忍受的时间倒是比先前稍微长了一点点。楚风又缓和了片刻，紧接着又尝试了一次，而这第3次的尝试比第2次所坚持的时间还要稍微长了一点。有戏，淡淡有戏。虽然很难忍受，但是这种疼痛却也是可以渐渐适应的。随着我尝试的次数增加，我所忍受的时间也在增加，而只要我能够忍受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突破。几番尝试之后，楚风不仅没有被那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的崩溃，反之，楚风竟然欣喜若狂。他找到了突破的方法，并且他坚信这个方法可行。好，有机会就好，只是不要勉强自己。虽然楚风很是高兴，但是女王大人却是心疼得很。她很清楚，楚风此刻所换来的机会乃是用自己的身体一次次试探而得来，但是楚风却不以为然。在楚风看来，再多痛苦和磨砺都能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便是停滞不前的修为。所以接下来，楚风又开始接连不断的尝试，以自己的肉身去适应那难以忍受的痛苦。也正如楚风所料，楚风开始适应那种痛苦，每一次所坚持的时间都比之前的要长。而楚风很清楚，想要突破到龙纹极界灵师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他现在尝试突破，并非是真正的尝试突破，他只是想要让自己去适应那种痛苦。只要每一次他承受痛苦的时间得到了延长，那么楚风就等于成功了。然而，就在楚风努力尝试之际，在这藏灵池的上方却传来了一阵波动。楚风向上观望，能够隐隐间看到金色的光芒在上方闪烁，这种感觉是龙纹级结界之力。莫非那2个丫头之中有人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了？楚风说道。看来是这样了，毕竟那2个丫头的天赋也都很不错的，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率先突破了。女王大人说道。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一阵波动自上方传来，向上观望，在藏灵池的上方又有一道金色的光芒在隐隐闪烁。虽然距离很远，但是楚风还是能够看到，此刻在藏灵池的上方有2道光芒在同时闪烁，2道光芒如同落入水中的2颗星辰，相互辉映之间，却更像是在一较高低。看来另一个也突破了，这俩丫头不错嘛。楚风忍不住夸赞道。的确不错，不过若不是你的精神力受损，那么最先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便一定是你。女王大人说道。这话绝对不是给楚风打气，而是女王大人就是这么想的。毕竟距离楚风第1次尝试突破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而若不是楚风精神力受损，以楚风的天赋，那第1次尝试应该就已经成功了。所以这样推算的话，楚风突破的速度可比那2个丫头要快得多。我只要能够在今日之后成功突破，那我便满足了。楚风说道。随后楚风便开始继续尝试，可能是受到楚灵溪与夏雨儿的激励，楚风这次忍受的时间格外的长。又这样反复了2次之后，楚风又取出了3颗丹药服下，准备突破了。女王大人问道。楚风点了点头，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量力而行，不可勉强。女王大人说道。放心吧，我的女王大人，我一定量力而行。楚风说完此话，便闭上眼睛，很快的他的脸庞便变得扭曲，是那种痛苦来袭了。但是楚风却不再发出轻哼，也不再痛苦的哀嚎，而是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想要一举突破，成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眼下夏雨儿根本就不知道楚风未死，并且就藏在藏灵池的深处，正在尝试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所以自认为楚风已经被他斩杀的夏雨儿，此刻终于因为成功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而在其绝美的脸颊之上露出了一抹喜悦的弧度。尽管他也知道他突破的速度不如楚灵溪快，可是也只是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而已，而这是他可以接受的程度。恭喜楚灵溪大人成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夏雨儿对楚灵溪绽放了一抹异常迷人的笑容，毕竟此刻的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想必这份祝福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这抹笑容比起往日才显得格外的美。也祝贺你了，楚灵溪笑着说道。她笑得很甜美，是那种非常干净的笑容，同样很是迷人。不得不说，2个美女各有各的优点，同在一处，倒真是形成了一道难得的风景线。其实我也是第1次见到有人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想不到竟然还会引起异象。夏雨儿说道。算不上是异象吧，只是初次沟通到龙纹级的仙级结界之力，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反应而已。但不可否认，这种反应也是有些耀眼。楚灵溪说道。是啊，很美。夏雨儿说道。尽管他与楚灵溪因突破而产生的金色光芒已经消退，可是他还沉浸在成功突破的喜悦中，同时也对先前的一幕有些留恋。然而就在2人闲聊之间，下方忽然传来了一阵波动，而向下观望，在那藏灵池的深处，隐隐间竟涌现出了金色的光芒。那是什么？见此一幕，夏雨儿的眼中涌现出了警戒之色。看来楚风也成功了呢。楚灵溪说道。你说什么？你说楚风难道他没死？此刻夏雨儿脸色大变。然而对于夏雨儿的问题，楚灵溪则是淡淡一笑，并未回答。可是他这样的笑容却已是最好的回答。这个混账竟然诈死！夏雨儿那绝美的脸颊再度变得狰狞，手掌一翻，2把银色的长剑便再度握在手中。与此同时，青色的火焰燃烧在身，他的气息也是从4品真仙提升到了5品真仙。猛然之间一声巨响，夏雨儿便手持双剑
掀起滔天的水浪，笔直的向藏灵池深处飞掠而去。得2797章突破龙纹级，这场好戏，本小姐可不能错过。见状，楚灵溪则是小嘴一撇，随后娇躯一纵，竟然也跟了下去。而此刻，楚风的确已经成功突破到了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他成功了。不仅仅是因为突破到了龙纹级仙袍界灵师，而是就如同楚风之前所猜想的一般，在他的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之后，楚风那原本受创的精神力也是被彻底治愈。此刻的楚风欣喜若狂，正沉浸在喜悦之中。毕竟对于楚风来说，这可谓是双喜临门，不仅突破了境界，还治愈了被认为不可能痊愈的伤势，一举两得，岂能不喜？这感觉，可猛然之间，楚风那喜笑颜开的脸上却顿时变得凝重，而当其抬起头来看向上方之际，顿时神色大变。是夏雨儿那个丫头，一定是突破到龙纹界灵师的时候，身体不由自主地释放出了龙纹级结界之力，引起了那个丫头的注意。楚风说道：“那你还发什么愣？快逃啊！”女王大人催促道。其实经过之前的交手，女王大人也觉得现在的楚风还不是夏雨儿的对手，更何况夏雨儿杀意已决，只要楚风败了，那就是难逃一死的。此等情况下，与其勉强和夏雨儿进行正面对决，还不如选择逃脱。往哪逃？楚风说道。往下面逃？难道往上面逃吗？女王大人说道。此刻楚风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的，他便身形移动，顿时水浪翻飞，楚风化作一道流光，如同天龙入海一般，笔直的向藏灵池的深处前去。但是夏雨儿的速度实在太快，竟比楚风快上许多，所以他距离楚风越来越近，甚至楚风回头张望，隐隐之间都能看到夏雨儿的身影了。但是楚风感受的最清晰的，却是夏雨儿的杀气，那杀意之强烈，让楚风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喷嚏。看来这丫头真的是非杀楚风不可了。而楚风也知道，夏雨儿是使用了天赐神力，并且动用了半成仙兵的力量，否则不可能这么快。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不敢怠慢。神级雷纹、神龙血齿、远古战剑、远古战符，这些能够提升楚风战力的手段，楚风同时施展而出。楚风真的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若是不施展的话，楚风很快就会被夏雨儿所追上。楚风，你今日已是死路一条，你逃不掉。夏雨儿尖锐的声音在楚风身后炸响，可以从声音中听出他是多么的憎恨楚风。丫头，不就看了一眼吗？你还没消气呢？楚风一边逃跑一边问道。你给我闭嘴，我一定要杀了你！夏雨儿怒喝道。我明白了，你是怕我把这件事传出去吧？这样，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我绝对不外传，还不行吗？你要是觉得不解气，那我再向你道个歉认个错，虽然不是有意的，终归是看到了是吧？所以道歉认错，我也是能够接受的。楚风说道。而听得此话，夏雨儿那原本气得通红的小脸，竟然又硬生生的给气白了。这可不是平日里的白皙管这个，而是毫无血色的惨白。此刻，夏雨儿不再说话了，可是她的速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杀意也是越来越强。她所过之处，掀起的水浪疯狂地拍打着池水的岩壁，声势骇人。来吧，再继续往下走，迟早会进入那片禁区。你要继续追，咱们两个就一起死。夏雨儿虽然不说话了，可是楚风的嘴可没闲着。而楚风的这番话可不是吓唬夏雨儿，乃是事实。这藏灵池的确凶险，凡是敢深入藏灵池最深处的，几乎都死了。这也是为何女王大人让楚风继续向下逃的时候，楚风有些犹豫的原因。毕竟之前为了躲避夏雨儿，楚风所处的位置就已经很深了。继续下潜，楚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越过那道通往死亡的界限。那水继续下潜没有多久，楚风便注意到下方的水发生了颜色的变化，那藏灵池的水竟然是幽绿之色，一眼望去深邃而恐怖，简直就如同地狱一般。我擦，糟了，该不会是要进入那片死亡的区域了吧？楚风意识到了不妙，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是速度不减，径直的掠入了那片用肉眼看都能看得出来非常凶险的水域。楚风也是没有办法呀，谁让后面那杀气腾腾的夏雨儿穷追不舍，是要杀了楚风。而见楚风已经进入那片水域，夏雨儿也是不甘示弱，好不减速的他也准备追杀下去，再继续追，你的小命怕是也要不保。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自身后响起，是楚灵溪。听得楚灵溪的声音，夏雨儿如同被惊醒了一般，赶忙停了下来。这便是那道界限。夏雨儿问道：你问我，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入的已经足够深了，换做平日里，哪怕那些前辈也不敢进入这么深的水域。总之，藏灵池这个名字的由来可不是传说，这个名字却是由无数前辈的尸骨堆积而来。而且想必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下方的水域所散发的气息非常的不妙，绝对不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恐怖那么简单。所以我劝你不要继续下去了，否则因此而遭遇不测，那可就得不偿失。楚灵溪劝道。此刻夏雨儿沉默了片刻后，对楚灵溪说道：楚灵溪大人，谢了，我先前被杀意冲昏了头，若不是你提醒，我可能真的就跟着楚风下去了。对于夏雨儿的道谢，楚灵溪则是笑了一下，随后说道：知道你很不甘心，但是楚风进入不该进入的区域多半难活，而他是被你赶入其中的，所以他若真的死在了里面，也算是你杀了他，你也算是大仇的报。这个家伙命硬得很，他哪怕深入藏灵池，却也未必会死，所以我要在这里守着他。夏雨儿说道。尽管知道夏雨儿没有追来，可是楚风还在那片水域之中缓慢的下潜。楚风一方面是害怕夏雨儿突然间追下来，所以想尽量保持一些距离，另一方面是楚风进入这片水域后，不仅感受到了冰冷刺骨极其危险的气息，他仿佛还能够隐隐间听到阵阵哀嚎，似是有人在哭，似是有人发出惨叫，也似是有千军万马正在厮杀。总之在这幽暗的深水之中，隐隐间听到这样的声音还真有些瘆人。但若只是这些发现，
楚风自然也不会如此冒险的继续深入。之所以让楚风继续深入的原因，就是楚风掠入这片幽绿色的水域之后，他感受到了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并且越是继续下潜，这天地能量便越是浓郁，就如同这藏灵池的下方就是天地能量的源头一般，蕴含着超乎想象的力量，让人为之心动。也难怪有人说，藏灵池的最深处有着不为人知的宝藏。我仿佛知道为什么当年那些人哪怕不惜丢掉性命，也要进入这藏灵池的深处一探究竟了。楚风说道：“你小心点，若是发现不测，立即返回，可别躲过了夏雨儿的追杀，又在这里丢掉了小命。”女王大人说道：“女王大人，她毕竟能与楚风共享视听，所以楚风所能够听到的，她也能够听到。楚风越是下潜，那自藏灵池深处隐隐间传出的声音便越是清晰，几乎可以断定，那并非是幻听，而是真实存在的声音。这哪里是藏灵池这么简单？这简直就是地狱！那恐怖的哀嚎与咆哮，是来自地狱的灵魂，而那些灵魂似是在求救，也像是在召唤楚风，与他们一同堕入那无边地狱，惨遭无尽的折磨。蛋蛋，你说传说中的地狱该不会真的存在吧？”楚风问道。本女王不知道地狱是否存在，可假如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这藏灵池应该就是真正的鬼门关，所以你最好有一个度，要是一不小心越过了那鬼门关，你可就回不来了，也别想找你母亲了。女王大人说道。嘿嘿，知道了，我的女王大人，我一定小心为上，要是大事不妙，我转身就逃。楚风笑了笑，别看他表面上看似轻松，可是实际上楚风也很谨慎，但同时他也很兴奋，毕竟修武者的世界本就是凶险与机遇并存，此处的凶险已是不用多提，所以楚风才觉得此处定有难寻的机遇。蛋蛋，你看这藏灵池周围的岩壁。楚风指着说道。那藏灵池的岩壁上常年受池水冲刷，原本非常的光滑，可是到了此处，藏灵池的岩壁上却是伤痕累累，满是划痕，而这藏灵池的墙壁非常的坚固，至少楚风施展全力也无法让这藏灵池的岩壁出现一丝痕迹。但是以楚风的观察力，却又看得出来，这些痕迹绝对不是天然形成，更像是修武高手交手之际所擦伤或者强行毁坏的。楚风，夏雨儿不会追来了，所以你不要继续下潜了，这里给我的感觉很是不妙。蛋蛋忽然以一种很是紧张的情绪说道。好，那我就停在这里。楚风点了点头。蛋蛋能与楚风共享视听，却不能共享感受。平日里判断很多事物，蛋蛋都是靠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来判断，可是楚风不可否认，蛋蛋的判断非常的准，甚至有些时候比楚风感受到的还要准。眼下蛋蛋这么说，楚风也是不敢再贸然下潜，尽管楚风很是不甘，可是他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蛋蛋，你说夏雨儿那个丫头不会追下来吧？楚风问道。依我看到是不会，她应该是怕了，否则她早就追下来了。女王大人说道。我觉得也不会，那索性我便尝试一下突破修为。楚风说道。你疯了，万一在你尝试突破的时候，她追下来怎么办？女王大人说道。你看，咱们刚刚不还断定她不会下来，再者说了，那个丫头一定还在上面蹲守着，我总不能一直在这里等着吧？何况这里也不安全。但是我觉得借助此处浓郁的天地能量，再运转我的神罚玄功，我可以尝试突破，毕竟我之前突破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说不定在这里我就能成功。而只要我突破成功，修为达到4品真仙，到时候夏雨儿那个丫头就只有被我收拾的份，我也就不用怕她了。楚风说道。也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必须答应我这个要求，我才允许你进行突破。女王大人说道。好，你说。楚风说道。让我出去，我帮你守着夏雨儿，万一她下来追杀你，我也好通知你一声，让你有个准备。女王大人说道。不行，这绝对不行。楚风连连摇头，态度很是坚决。为什么不行？说明你也没有把握保证那夏雨儿就一定不会再追下来。既然你没有把握，干嘛还要冒险？女王大人说道。我可以冒险，但不能让你去冒险，何况这里这么危险，我放你独自一人在这种区域，我怎么能放心？总之这件事我是坚决不会同意，你也不用再提了。总之蛋蛋，抱歉了，这次我不能听你的，希望你不要怪我一意孤行。楚风说完此话，便开始尝试向4品真仙突破。你这家伙！此刻女王大人很是气愤，她生气的是楚风如此固执，但是她又很清楚楚风突破的时候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所以哪怕再气愤，一肚子的话想骂楚风，却也只能忍着，毕竟他不想影响楚风突破。而开始之后，楚风便运转神罚玄功，开始大量的吸收此地的天地能量。楚风这么做并非是因为他突破所需的天地能量不够，恰恰相反，楚风丹田内所积攒的天地能量非常的多，而楚风这么做是想运用此处的天地能量做一个助力，毕竟他觉得他距离成功突破只差那么一点点契机。楚风的神罚玄功不是白练的，所以楚风觉得运用神罚玄功的力量，再从此处的天地能量中吸取一些修武之道，也许就可以成功突破。就这样，楚风开始了突破。过了没多久，楚风的双眼便睁开了。然而楚风却并没注意到，当他睁开双眼之前，就已经有着一股能量自他身体散发而出，直冲天际，似是要召唤着什么一般。但是伴随着他这股力量冲天而起的，还有着另外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自这藏灵池的岩壁中散发而出，散发着远古的气息，与楚风的气息相互交融，直达那天际最深处。但是对于这一切，楚风没有一丝的察觉。失败了吗？女王大人问道。因为此刻楚风睁开双眼，一丝异样都没有，根本就不像是成功突破的样子，更像是失败。不，我成功了，蛋蛋，我成功突破了。楚风说道。成功了？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倍感吃惊，可是很快的又表现出了怀疑，于是说道。你是在骗我呢吧？你若成功了，为何没有引起神雷降临？的确，为何没有引起神雷？可是我明明成功突破了。楚风也是一脸不解的看向了上方，一眼望去，
风平浪静，水中都没有太大的波动，的确不像有神雷降临的样子。来了，神雷来了！猛然间，楚风脸色大变，随后赶忙盘坐于这深水之中，闭上双眼，做好承受神雷的准备。可是此刻楚风所看到的，女王大人也看到了，她明明什么都没有看见。可就在女王大人不解之际，楚风却又开始发出轻哼之音。他知道楚风是正在承受某种痛苦，而他又不能大喊大叫，所以便紧咬牙关，强忍着。可因为那痛苦难以承受，所以才发出了这种轻哼。这家伙就算骗我，但也装得太像了吧？女王大人心中泛起了嘀咕，尽管觉得楚风是在骗自己，可是他也没有打扰楚风。他心想的是，万一楚风说的是真的呢？又过了片刻功夫之后，楚风的双眼终于睁开了。蛋蛋，我真的成功了！我现在的修为已是4品真仙，我承受住了神雷的淬炼，成功踏入了4品真仙。楚风说道。哇，真的假的？可是我莫说没有看到半点泪光，就连半点雷霆涌动的声音都没听到啊！女王大人倍感吃惊，的确是，莫说声音，连影子都没看到，可是我却能够感受得到那神雷落下，并且的确对我进行了淬炼。但是这一次神雷落下的力量又减缓了不少，所以我突破得很轻松。总之这一次的确很是诡异，莫非与这藏灵池有关？藏灵池隐藏了我的神雷，并且减弱了神雷的力量。楚风分析道，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大千上界还真是有些不得了。上一次你在狩猎场比试的时候，神雷落到一半消失了，而这一次更是干脆，竟然连你自己都看不到神雷，也听不到神雷，唯有通过感觉才能感受得到它们落下。倘若真的是受这藏灵池影响的话，那这藏灵池也未免太神奇了。女王大人说道，修为提升，我的结界之力也会有所提升，我这就动用天眼，好好观察一下这藏灵池，看看这藏灵池到底有多厉害的。楚风说话间便使用天眼开始向下观望，动用天眼之后，楚风的可视距离变得更长了一点，不过依然无法看到这藏灵池的底部。但是楚风却看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什么？女王大人也同样看到了，那漂浮那贴在岩壁上的东西，只不过因为太远了，哪怕楚风和女王大人也都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什么。我再靠近一点。楚风说话间便继续下潜，而随着楚风的靠近，他终于亲了那东西，那是3张符纸，可能因为墙壁上有划痕，所以被卡在了那里。随着池中的暗流涌动，他们3个也飘摆不定。那好像是宝贝啊！女王大人说道，依我看也是宝贝，搞不好是那位高人的宝贝被那喷发的池水给冲上来了。楚风说道，他们2个这话也是有所根据的，因为这3张符纸为白色，上面密密麻麻的，几乎刻满了结界符咒，并且那结界符咒非常高级，绝对不是寻常的界灵师所能够刻画出来的。快拿过来看看！女王大人说道。好。楚风说话间，手掌张开，顿时磅礴的吸力笼罩下方，哗啦啦啦，一时之间，水流如注一般向楚风奔腾而来。然而那3张符纸尽管飘荡得更为剧烈，可却丝毫没有落下的意思。我就不信了！楚风不信这个邪，手腕一转，手掌再度张开，这一次金芒璀璨，是磅礴的武力自楚风的掌心延伸而出，化作一只手掌，飞向了那3张符纸。很快的，这武力所化的手掌便来到了3张符纸近前，并且紧紧地抓住了那3张符纸。可是当楚风向回收回武力手掌之际，却顿时眉头紧皱，因为他惊愕地发现，他竟然收不回来。准确地说，哪怕楚风明明通过武力手掌抓住了那3张符纸，可却依旧无法撼动他们。这太诡异了，这好像不像是简单的卡在了墙壁上那么简单。楚风喃喃自语，楚风，要不还算了吧，3张符纸而已，就算是哪个死去的高手留下的，也未必就是什么宝物。女王大人说道，不行，难得有所收获，我非要去一探究竟不可。楚风说话间便身形一纵，竟向那符纸飞掠而去。楚风已经潜入得很深了，而这次再度潜入，那种诡异的哀嚎则是越来越清晰，就好像那嚎叫距离楚风已经非常的近了一般。此刻楚风也是感觉头皮发麻，感到毛骨悚然。老实说，哪怕是经过多个遗迹的楚风，身在这种地方也有些慌了，因为这里的种种感觉实在是太诡异了。若非要形容，这里真的就像是地狱的边界，稍微不慎就将落入无边地狱。眼下的楚风真的是自藏灵池的深处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但是楚风觉得，若只是到达那3张符纸所悬挂的地方的话，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终于，楚风靠近了3张符纸，楚风发现3张符纸所贴的地方竟然没有划痕，也就是说，这3张符纸根本就不是被划痕卡住了，就像那墙壁有着某种吸力一般，将那3张符纸给吸住了。怎么回事？楚风走上前去，仔细打量，可是哪怕动用天眼，他也是看不出任何变化。虽然不知道这3道符纸为何贴在这墙壁之上，但是这3道符纸的确是宝贝啊！蛋蛋，你看到没？咱们捡到宝贝了！楚风很是兴奋。一番打量之后，楚风未能观察出这符纸为何悬挂于此，但却发现了这符纸的珍贵之处。看这样子，像是隐身所用的符纸。淡淡问道：“对，就是隐身所用的符纸，并且这符纸非常的厉害，简直是我所看过最厉害的符纸。不知道是何人所炼制，但依我看，若是使用这道隐身符纸，怕是5仙境的高手也未必能够看得到我。这道符纸可比隐身避仙阵要厉害得多了。”楚风说道：“这么厉害？”听得此话，女王大人也是面露喜色，的确很厉害，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是由非常厉害的界灵师打造的艺术品，搞不好打造这道符纸的界灵师要在尊袍之上。楚风说道。楚风此刻当真是激动极了，在大千上界这种地方，尊袍界灵师已是极为稀少，而尊袍之上的界灵师怕是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楚风寻得这样的宝贝，他怎么可能不激动？那你还发什么愣？赶紧收起来啊！女王大人一脸笑意的催促道。
好嘞！楚风也不犹豫，说话间便抓住那3张符纸。楚风抓住符纸，向后一拽，那3张符纸竟然就被楚风拽离了墙壁。此刻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那墙壁的确什么都没有，看样子也没有特殊的吸力。楚风不明白这3道符纸之前为何被那墙壁稳稳地吸住，连他用武力手掌都拽不动。该不会是只有本体才能拿走这符纸吧？楚风心中有了这种想法，怎么回事？可就在下一刻，楚风发现那符纸他又抓不动了。可是此刻这符纸明明已经离开了墙壁，就这样被楚风握在手中，飘于水中，为何楚风就无法拽动它了？楚风，小心！猛然之间，女王大人惊呼出声。女王大人是看到了什么？而几乎在女王大人惊呼之际，楚风就已经看到了那东西，竟然是一只手，一只惨白无比的小手，正在拽着那3张符纸的另一端。原来是那只小手抓住了符纸，所以楚风才无法拖走符纸的。最重要的是，那只惨白的小手根本不像是人的手，更像是鬼的手。此刻，那只惨白小手抓住符纸的另一端，而这惨白小手则是自墙壁延伸而出。楚风顺着那惨白的小手再度看向了墙壁，而就在这时，那墙壁竟然蠕动开来。下一刻，一张脸自己那墙壁之中浮现，那是一个小孩的脸，可是依旧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并且双眼空洞漆黑，他竟然没有眼珠。可是如此诡异的脸，却是咧开大嘴，正在对楚风笑。他的笑声非常的诡异，令楚风毛骨悚然，汗毛直立，并且当他对楚风笑的时候，楚风能够清晰的看到他的嘴不像是常人的嘴，非常的大，几乎占据了半个脸颊，而在那大嘴之中还满是尖锐的牙齿，牙齿排成上下2排，密密麻麻的，足有几十颗。那也不是人类的牙齿，更像是猛兽的獠牙。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感觉自己那只抓住符纸的手腕处异常的冰冷，像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自己的手腕，那股寒意太过可怕，顺着手腕处便传遍了楚风的全身。而定目一看，竟然又有一只惨败的小手抓住了楚风的手腕。下一刻，楚风只感觉自己的身体无法自控的开始向藏灵池的深处飞快的下潜而去。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大概只有1米高，身子很小，脑袋却很大，他浑身惨白，一边拉着楚风的手腕，一边发出诡异的笑声，正在拖拽着楚风，将楚风向藏灵池的深处拖拽而去。而这个诡异的小孩，正是先前抓住符纸，并且从墙壁露出半张脸，对楚风笑的那个。该死，感觉不妙，楚风赶忙摆动手臂，想要甩开那惨白的小手，可是无论怎么甩，根本都甩不开，并且那个诡异小孩的力量太大，楚风根本就没办法摆脱他，只能任由他将自己向藏灵池的深处拖拽而去。无奈之下，楚风亮出神龙血齿，开始向那诡异的小孩挥砍去。可是每当神龙血齿砍中那小孩之际，竟然从他的身体穿透而过，就如同那个小孩根本就不存在实体，无法击中他，但是他又明明正抓着楚风的手腕，将楚风向藏灵池深处拖拽而去。可恶！此刻楚风真的感觉到了不妙，也真正的意识到了这藏灵池究竟有多诡异。怎么忽然间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小孩？这简直是楚风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当楚风意识到不妙的时候，似乎已经晚了。那小孩的手抓住楚风手腕的同时，一阵阵凉意不断的席卷楚风的肉身。这种情况下，楚风的身体越发的麻木，就像被冻僵了一般，并且就连楚风的大脑也开始变得模糊。当大脑变得模糊之际，楚风的耳力反而越来的好，楚风能够无比清晰的听见无数道哀嚎与咆哮在耳边响彻，就仿佛那些哀嚎的鬼怪就在楚风的周围，并且还在用看待食物的目光看着楚风。我怕是真的进入地狱了吧？竟然是被一只小鬼给抓到了地狱。楚风忍不住发出了苦笑，他是在恨自己贪心，才落入了那小鬼的圈套。圈套，那自然是圈套。那3道符纸的确是宝物，可却是小鬼引诱楚风的圈套。那3道符纸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卡在墙壁上了，而是被那小鬼抓住了，所以无论楚风使用什么手段，都无法隔空将符纸取走。但是现在，就算明白了真相，却也为时已晚。这只小鬼不是简单的恶灵，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存在。楚风在他的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可就在楚风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时候，在楚风的皮肤之上却开始涌现出道道符文。那符文似是藏在楚风体内一般，正在自楚风体内钻出，并且形态如同闪电一般，不断的在楚风的身上游走。起初只是简单的纹路，可是渐渐的，那纹路不仅越来越多，还散发出光芒，那光芒越来越盛，符文涌动的也是越来越快，那个样子就好像是万千雷霆自楚风的身体奔腾，欲要破体而出一般。这一刻，那只小鬼回过头来，看到楚风身上所涌动的万千雷霆，那小鬼不仅收起了诡异的笑容，竟然露出了无比慌张之色。下一刻，那只小鬼立刻松开了楚风的手腕，并且如同受到了惊吓一般，快速的向藏灵池的最深处游了下去，眨眼间便消失了。而当那只小鬼离开之后，楚风身上那欲要破体而出的万千雷霆也是渐渐隐退，再度融入楚风身体，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楚风已经被小鬼的诡异寒气摧残的意识模糊，但是当小鬼离开后，那寒意便开始消退，楚风也是渐渐的恢复了清醒。当恢复过来后，楚风发现那小鬼已经不见了，他自己飘在这池水之中，而手中还握着那3张符纸。怎么回事？那只小鬼怎么跑了？楚风很是诧异，毕竟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体所散发的万千雷霆，所以也就不知道那小鬼是被他身上的雷霆吓跑的。楚风还以为是那小鬼主动放过了他，可他却又想不到这小鬼为什么要放过他。该不会是那只小鬼只是想和我玩耍一下，并没有打算要我的命吧？这是楚风唯一能够想到的原因。管那么多呢，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了，万一那小鬼去叫他的伙伴了呢？
等下叫来一大群小鬼，你可受得住？”女王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二话不说，掉头便跑。楚风他不仅立刻施展出神级雷纹，更是施展出远古战剑，施展出了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向藏灵池的上方飞掠而去。要知道，此刻的楚风真实修为已是4品真仙，动用神级雷纹之后，修为可达到5品真仙，再加上远古战剑，那可逆战1品的力量。现在的楚风可与6品真仙一战，所以他已是不再惧怕夏雨儿。至于夏雨儿，他可不知道楚风已经悄无声息地突破了修为，所以夏雨儿还在原地等待着楚风。他总觉得楚风不会死在藏灵池内，总觉得楚风还会回来，所以他在守在此处等待楚风。可猛然之间，下方竟传来了隆隆之音，阵阵强横的威压也是自那深水之中散发开来，滔天的巨浪一波接着一波的正自下方向上涌动而来，终究还是出来了。夏雨儿顿时柳眉倒竖，他的眼中杀意涌动。与此同时，2把银色长剑握于掌心，那青色火焰更是在其周身燃烧开来。原本4品真仙的他，在使用天赐神力之后，修为也是攀升到了5品真仙。猛然间，水浪翻腾，下一刻金芒闪烁，楚风已是携带着远古战剑出现在了夏雨儿的面前。楚风受死！见到楚风，夏雨儿的杀意更浓，握紧手中的半成仙冰，便准备向楚风反掠而去。然而夏雨儿刚要出手，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自远古战剑中席卷而来。面对那股威压，夏雨儿根本就没有前行的力量，反而被那股威压硬生生地推到了岩壁之上，一动都不能动了。丫头，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只是不小心看了一眼你的身子，而且还是你自己脱光的，又不是我故意的，你还没完没了了。此刻楚风已是来到了夏雨儿的身前，以一副自己很有理的样子批斗着夏雨儿：“你的修为怎么可能？莫非你之前隐藏了修为？”楚风一脸嚣张，夏雨儿可就是满面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楚风竟然比自己强横这么多。毕竟先前的楚风还被他追到只能逃脱，甚至不惜以诈死来躲避夏雨儿的追击。怎么眨眼之间，楚风的修为增进了足足1品？可是他一直蹲守在此处，若是楚风在此之间突破了修为，他应该有所感应才是。毕竟神罚玄功那样的耀眼，但在此期间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过所谓的天降雷霆，所以夏雨儿才说楚风是隐藏了修为。但是他又实在想不通，既然是隐藏了修为，干嘛之前不直接对付他，反而逃走呢？莫非是在戏耍他不成？混账！你早就突破到了4品真仙，你故意隐藏修为，戏耍我！想到这里，夏雨儿更加的愤怒了。听得夏雨儿这样一说，其实楚风也是非常的不解，自己明明是刚刚突破的，对方为什么觉得自己是隐藏修为，故意戏耍他？不过回想起那神类竟然被诡异的隐藏了，楚风也就知道夏雨儿为何这样想了。你懂什么？我这叫好男不和女斗，不愿意搭理你，但是你实在太过分了，我让一让你，你居然穷追不舍，没完没了了。可是我实在赶时间，必须尽快离开此处，没时间和你纠缠了。夏姑娘，我楚风在这里郑重的告诉你，别再追着我了。只要你不再追着我，那你告诉宇文庭一理想位置，害得理想修为被废的事，我也可以暂且不与你追究。这个账咱们日后再算。但是你若还继续追着我的话，你就别怪我楚风不客气。先前是你自己脱光了衣服给我看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若再敢追着我，我就亲自扒光你的衣服。我还年轻，活力很旺盛，你又美貌，若是赤身在我面前，难免我就动了心。到了那个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对你做点什么的话，你可别怪我楚风无耻，因为是你逼我的。楚风以一副非常认真的语气对夏雨儿说道：“楚风，你无耻！”见楚风竟敢这样威胁自己，夏雨儿气得小脸通红，咬牙切齿地看着楚风，那个憎恨的小模样，就好像他恨不得用牙齿把楚风给活活撕碎。不瞒你说，我楚风不是什么大善人，做事常常随心而为，不受条框的约束，更不在乎他人目光，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我也的确无耻过。但是你若再废话，我就真的无耻一次给你看。楚风话到此处，那目光之中竟然泛起了怪异的光芒，嘴角还掀起了一抹邪笑，就好像他真的要对夏雨儿做不轨之事一般。而看到这样的楚风，夏雨儿也是有些怕了。他尽管更加的愤怒，可是他竟然真的闭上了嘴，不再说话，这才乖嘛。见状，楚风也是收回自己的威压，随后便准备就此离去。等一下，可见楚风要走，夏雨儿却是忽然开口：“怎么了？”楚风回过头来，不怀好意的看着夏雨儿，说道：“你莫非想试一试我楚风到底敢不敢对你做无耻的事？”住口！夏雨儿大喝一声，随后他又强行将自己的怒火压制下去，以一种他目前所能做到最和善的语气对楚风说道：“这件事情希望你能保密，你若是能够保密的话，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你若敢出去乱说，我就算禀告我师尊，也要灭了你。”听得夏雨儿此话，楚风反而大喜，因为这是他最希望的结果。现在的他可还不想得罪星陨圣地的那些大人物，于是楚风问道：“我可以保密，不向任何人说起，但你若是敢向星陨圣地的人告状，让他们暗中对付我的话，那我一定将此事传遍大千上界，让所有人知道。”你夏雨儿，星陨圣地的圣女，被我楚风看了个精光。夏雨儿气得一双玉拳握得滋滋作响，但最终还是没能发作，而是咬牙切齿地说道：“好，我答应你，我相信夏姑娘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那便就此告辞了。”楚风说话间便准备转身离去，然而就在楚风将要离去之际，楚风忽然注意到自他的身后一股磅礴的威压袭来，并且自其身旁掠过，来到了藏灵池的上方。那威压此刻如同一座无形的巨门一般，将这藏灵池的上方封得死死的。感受到那股威压之后，楚风也是眉头一皱，那是楚灵犀的威压，
而楚灵溪可是7品真仙，这是一位真正的妖孽，是如今的楚风根本无法战胜的存在。老实说，这一刻楚风有些慌了，毕竟若是楚灵溪准备帮助夏雨儿的话，楚风还真就没有任何办法。尽管心中有些慌了，可是楚风表现的却很平静，再度回头看向那纯洁如精灵一般的楚灵溪，问道：“有事？”楚灵溪美眸眨动，简直迷人至极。可是，在那迷人的美眸之中，却闪出了一抹不善的目光。难道我没告诉过你该怎么称呼我吗？对了，我该称呼你为楚灵溪大人。那么，楚灵溪大人，请问你有事吗？楚风问道。你先前进入了藏灵池深处，可有发现？楚灵溪问道。听得此话，楚风在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楚灵溪是想知道关于藏灵池深处的事，而并非是想帮助夏雨儿。简单的说，那里面更似地狱，并非我危言耸听，的确有些恐怖，所以我未敢继续深入，自然也就没有发现。不过，我奉劝楚灵溪大人，还是不要下去为妙。那么多前辈死在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那里的确很危险。楚风说道。知道了，你走吧，记住别乱说话哟，不然夏姑娘的背景根本不用自己出手，只需一句话，就会有着无数个有能力杀死你的人追杀你。楚灵溪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他笑得很甜，并且他的提醒也绝对是善意的。不过楚风却从中发现，这个身份高贵、天赋异禀的楚灵溪大小姐，本性应该很是顽皮才是，否则不会以玩笑的口吻来说这番话。那楚风也谢谢楚灵溪大人的提醒。楚风对着楚灵溪抱了抱拳，随后又看向夏雨儿，说道：“夏姑娘放心，我楚风向来言而有信，许诺的事一定做到。”话罢，楚风便拔空而起，离开了此处。途中，楚风则是在心中泛起了嘀咕：淡淡先前只顾着逃走，没来得及与你说那只小鬼到底是何来路？应该不是恶灵，也不是界灵，更不是简单的灵魂体，那到底是什么？怎么那么瘆人？楚风问道。怎么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楚风，居然被一个小娃娃吓到了。女王大人以嘲讽的语气说道：“什么小娃娃？那也能叫小娃娃吗？简直太吓人了，好吧？你是不知道，他抓住我手腕的一瞬间，我真的感觉自己半只脚都落入棺材里了。他绝对不是人，是邪物，对，一定是某种邪物，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存在。该不会是远古时期的吧？我擦，原来是远古邪物。淡淡，你说那些死在藏灵池内的前辈们，会不会是被那只小鬼给害死的？”楚风问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现在猜测再多也没有，还不如等你日后实力足够了，再回到此处，深入其中，那个时候不就有答案了？女王大人说道。此话在理，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淡淡，你说咱们两个怎么什么事情总想到一起去，是不是传说中的心灵相通啊？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嘿，本女王的聪明伶俐，你连一半都没达到，谁和你心灵相通？淡淡小嘴一撅，美眸一翻，露出了鄙视的目光。楚风一再傻笑，每次能占到女王大人的便宜，哪怕只有一点点，他都很高兴。对了，淡淡，还有一件事。忽然间，楚风似是想到了什么大事一般。又有什么事？女王大人问道。在我突破到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界灵的召唤。楚风说道。什么？界灵的召唤？你是说有修罗界的界灵想要跟随你？女王大人问道。女王大人很是惊讶，向来都是界灵师召唤界灵，很少听到界灵召唤界灵师的。毕竟界灵师若不召唤界灵的话，界灵根本就不知道界灵师的存在。好像可能是想跟随我吧，不然干嘛召唤我？楚风说道。那你可有感受到他的实力？若是实力强横，怎么不直接将他召唤过来？女王大人问道。没来得及感受到更多的情况，他的召唤就消失了。其实不管他实力如何，我对他并无兴趣。我觉得我有女王大人，你一个就够了。楚风说道。少臭屁！若是对你有帮助，本女王根本就不介意你召唤其他界灵。话说回来，我觉得楚风你现在也应该尝试召唤一下其他界灵了。你要知道，我修罗灵界的界灵普遍都是很强横的，你要是能够召唤到修为在你之上的界灵，那岂不是可以成为你修武一途的助力？就算日后他成长太慢，你也可以重新召唤其他界灵啊。所有界灵师都是这么做的。女王大人说道。可是楚风还是有些犹豫，他的第一只界灵就是女王大人，若是没有女王大人的一路帮助，楚风莫说走到今日，也许早就死了。尽管伴随着楚风界灵之术的变强，楚风的界灵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现在别说容纳几只界灵，就算容纳上万只界灵都不成问题。可是对于楚风来说，自己的界灵空间就更像是女王大人的家，他不想有其他界灵与女王大人分享那界灵空间，并且女王大人说的事情他也知道，界灵选择界灵师是根据界灵师的能力选择要不要跟随界灵师。虽然界灵可以靠着炼化修武者的本源而提升实力，可是修武者也不能为了提升界灵的实力而整天进行杀戮，况且杀弱小的人本源也很弱，根本就帮助不到界灵。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哪怕一开始所召唤的界灵实力很强大，甚至有可能比界灵师自身还要强横，但是如果界灵师成长的速度太快，比如楚风这种，那么界灵迟早会被界灵师所超越，那么这种界灵也就没什么作用了，界灵师也不愿意继续为他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下，界灵师就会解除契约，将变弱的界灵丢回到属于界灵的世界，重新召唤更为强大的界灵。这是一种很残酷的事情，却也大部分界灵师都在做的事情。毕竟对于大部分界灵师来说，界灵只是自己界灵之术的一种手段，但是楚风不一样，他是会把界灵当作朋友看待的，所以他做不到抛弃，也不想只是因为利用对方的实力帮助自己更好的在修武这条路前行而召唤对方。楚风，我是认真的，你的界灵之术很强，你的天赋更强，我想以你的天赋能够召唤到比你还要强大的界灵，你不应该浪费这种天赋，毕竟这是你母亲遗传给你的，这么久了，你一直都在借助你父亲遗传给你的天赋而成长，但我觉得
你是时候使用你母亲遗传给你的天赋来保护自己了。还有，你毕竟是一位戒灵师，这么久了，你从来都没有主动召唤过一只戒灵，难道你就不想感受一下召唤戒灵与另一个世界的生命沟通的感觉吗？女王大人苦口婆心的劝道，只要是对楚风有好处的事，她都无条件的支持，甚至鼓励。好吧，待得有机会了，我就尝试一下，这总强了吧？楚风说道。那是什么时候？女王大人问道。离开这里，我就尝试，毕竟我要寻找机会修炼一下仙法的。这次和夏雨儿对决，我算是见识到了仙法的强大，若不是他掌握着强大的仙法，我也不可能在同等战力下败给他，所以我要修炼一下仙法，到时候顺便我也尝试着沟通一下戒灵。不过我就算召唤，也不会同时召唤多只戒灵，最多只召唤一个。楚风说道。那一言为定。女王大人说道。一言为定。楚风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便有说有笑的一边和女王大人闲聊，一边向山下走去。这一路上楚风都很是高兴，毕竟此行楚风收获不小，不仅成为了龙纹级仙袍戒灵师，还治愈了自己首创的精神力，哪怕对于这藏灵池也是有了更深层的了解，甚至还得到了3张非常厉害的隐身符。有了这3张隐身符，楚风以后遇到再厉害的对手也能逃之夭夭了。至于下山之路，楚风也并不犯愁，虽然那罗盘不能指引他如何找到光柱，但是楚风却一点也不担心能否找到光柱。楚风来时的路上，在山上看到了不少光柱，而只要走出那片石林，回到大山之中，楚风哪怕胡乱的走也可以遇到光柱，想要离开简直太轻松了。果不其然，当楚风走出石林，在山里乱晃了一阵，果然就有一道光柱出现在楚风的不远处。可是看到光柱之后，楚风却突然止住了步伐，他发现光柱前站着一道身影，那不是宇文化龙吗？楚风惊讶地说道。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楚风开口问道。其实楚风是有些想不通，毕竟藏灵池的喷发都已经结束了，可是宇文化龙还在这大山之中，并且刚好被自己碰到了，这也未免太巧了吧。并且看宇文化龙的样子，好像是在等人。等谁？该不会是等自己吧？其实楚风没有开口之前，宇文化龙就已经注意到了楚风，所以宇文化龙的嘴角便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那是无比的憎恨，也是得以报仇的喜悦。这家伙怎么了？才多久没见就变哑巴了？见到这样的宇文化龙，楚风则是无法理解，但他也很清楚宇文化龙的实力乃是6品真仙。其实换做之前，楚风也许遇到宇文化龙会立刻逃脱，毕竟楚风知道宇文化龙这种性格的人遇到楚风一定不会对楚风客气。但是现在楚风连夏雨儿都能战胜，他并不觉得会输给宇文化龙。至于此刻站在楚风身前的宇文化龙，其实并非本体，而此刻本体正盘坐在地上，他手掌叠加打出了一道奇特的解印，下一刻本体便就此消失了。与此同时，之前所变换的所有分身都消失了，所以在练此刻，这站在楚风身前的这道分身也消失了。去哪了？眼见着宇文化龙突然凭空消失，楚风也是吃了一惊，毕竟这消失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可是宇文化龙基本刚刚消失之后，却又忽然出现了。见此一幕，楚风目光有所变化，问道：先前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你，你是借用某种手段移形换位了？你的眼力倒是不错，那你可知道我使用如此珍贵的分身传送符，把守各个大山出口，为的是何事？一边宇文化龙对楚风问道，一边向楚风走来。你还能视为何事？自然是想对付我。楚风说道。你还算是聪明，但我可不是简单的对付你，而是要为廷义报仇。我要废了你的修为，然后把你带到廷义面前，让你跪在他的面前认罪。宇文化龙恶狠狠地说道。原来你来此是想要替宇文廷义报仇，若是这样，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这混账东西，对我廷义兄做出了那种事，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此刻宇文化龙勃然大怒，猛然之间抬起手来，一道武力便飞掠而出，化作数把武力飞剑向楚风飞掠而来。然而对于宇文化龙的出手，楚风却是早有准备，神级雷纹不仅立刻浮现于额头，几乎与此同时，远古战剑也是出现在了的楚风的身前。此刻楚风乃是4品真仙，动用雷纹之后便是5品真仙，再加上远古战剑那逆战1品的力量，楚风此刻的战力已是与宇文化龙相同。这种情况下，远古战剑横在楚风身前，宇文化龙的攻击根本就无法伤到楚风。当那些武力飞剑撞到楚风的远古战剑之际，不是被弹飞就是被折断，可是楚风的远古战剑却是纹丝不动，连一丝擦痕都没有。尽管战力相同，可是谁更胜一筹已是非常明显。你是4品真仙？宇文化龙目露惊讶之色，他可是非常清楚楚风之前是2品真仙，而和宇文廷义交手的时候是3品真仙。可是哪怕明知道楚风是3品真仙，他也是有着绝对把握可以战胜楚风的。但是怎么轮到自己和楚风面对面交锋的时候，楚风怎么又变4品真仙了？这楚风隐藏的到底是多深？锵啷啷，楚风并未回答宇文化龙，而是手腕一转，将自神龙血池给抽了出来。这一刻，楚风的战力再度提升，所散发的威压莫说弄得周遭飞沙走石，连着一棵棵参天的大树都是剧烈摇晃，准确来说，一片山林都在颤动。别废话了，我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出全力吧。楚风说道。楚风，你还真是隐藏的够深的，难怪廷义兄不是你的对手。可是就算你是4品真仙又如何？今日你的修为我宇文化龙是废定了，不仅是你，所有和你有关的人我都会废掉他们的修为。圣丹山庄的弟子，仙冰山庄的弟子，所有和你有关的人，甚至所有帮你说话的人，我都会废掉他们的修为。不仅如此，我还要挖掉他们的双眼，割掉他们的耳朵，然后斩断他们的双腿双手，再布置结界，让他们永远无法治愈，永远做废人。宇文化龙咬牙切齿地说道。而看着眼前
这般狰狞的宇文化龙，楚风非常的相信，他不是说这么简单，他一定说得出做得得到。这宇文化龙就是一个这般狠毒的人。这么说来，我就必须让你和宇文廷一落得同样的下场了。楚风说道，还敢大言不惭，这就让你知道你我的差距。宇文化龙大喝一声，随后便亮出了2把半成仙兵。他这半成仙兵倒是与夏雨儿的半成仙兵很像，同样是一对兵器，并且皆是半成仙兵中的极品。不过外貌嘛却是不同，夏雨儿的乃是一对银色长剑，与夏雨儿的那仙子一般的气质很是符合。但是这宇文化龙此刻所拿着的却是一对匕首，并且这匕首很诡异，竟然是弯弯的，而且有些短，和宇文化龙的气质很是不符。虽然兵器和形象不符，却也不可否认，宇文化龙将这2把半成仙兵握在手中之后，他的战力倒是提升了不少。接招，宇文化龙猛然之间脚步向前一踏，做了一个扎马步的动作，随后手中的半成仙兵摆动，刹那间道道光刃连续飞掠而出。莫说那光刃本身的威力，单单是那光刃的余威，就将这周遭的大树纷纷斩断开来。他这一出手，这周遭的大树纷纷被斩成数段，并且连绵数千米，此地已是一片狼藉。然而如此凶猛的光刃落到楚风那远古战舰之后，却是如同先前的飞剑一般，竟然依旧未能撼动楚风的远古战舰。怎么会？对于眼前的结果，宇文化龙有点难以接受。先不说他手握2把半成仙兵，战力已是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更何况他先前所施展的手段也绝非是寻常的武技，而是竞技武技啊！怎么这样的攻势还无法撼动楚风的远古战舰？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那我便再说一遍，施展全力吧！楚风说道。